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成长，一个通过好书提升自己的系列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结束了漫长的一天，拖着非常累的身体回到家，心里忍不住问自己：唉，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累呀？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生活条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方便，但我们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容易觉得累。我们周围充满了压力，要求我们热爱工作，要求我们成功，要求我们拥有完美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刷手机还是看现实生活，我们总觉得自己在落后。有时候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仅仅是继续活着这件事，就已经让人觉得好沉重了。面对这个人生最大的难题，一位90岁的老奶奶给出了答案。她就是心理医生中村恒子，还有她的书《人间值得》。她不是什么有着伟大理论的教授，她只是一个瘦小的女人，走过战争的硝烟，在70年的工作里听过成千上万人的痛苦。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变成最优秀的人，而是带来了一种非常温暖，能让你心里觉得舒服的方法。我们常说的治愈，学会放松，降低期待，接受自己的普通。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间虽然有很多麻烦，但依然非常值得。以下就是从这本书里总结出来的最珍贵的人生道理。第一，赚钱养活自己是最高尚的目标，不要把工作看得太神圣。现在的时代总是告诉我们，去追求你的热情吧，去做你喜欢的工作。可是现实中到底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自己的热情在哪里呢？我们大多数人去上班，只是为了下个月的饭钱和房租。当我们把追求热爱这种过高的要求放在一份本来只是为了生存的工作上时，痛苦就产生了。中村医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现实。其实很少人知道，他当医生并不是因为热爱。16岁时，因为家庭重男轻女，也就是家里更看重男孩，不太管女孩，他为了能自己养活自己，才选择去学医。因为有一位叔叔愿意给他交学费。当他看到弟弟们生活得那么舒服，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而自己却要担起养家的责任时，他心里也曾觉得很不公平。但后来他突然明白了，为了钱而工作是很自然的事，一点也不丢人。不要对工作抱有过高的期待，工作不是衡量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的标准。你不需要时刻在工作里燃烧自己，或者把它看得太神圣。只要你按时上班，完成任务，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不需要靠别人，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伟大、让人佩服的成就了。与其天天烦恼，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如好好把它做好，把工作当成一个安全的跳板。这样你的梦想才不会变成不切实际的幻想。2. 放下期待的行李，顺其自然的生活。生活就像一条河流，如果你拼命跟水流对抗，你很快就会沉下去。前进最好的方法就是脱掉身上沉重的行李，这个行李就是我们的期待。停止对自己过高的期待，接受自己的普通。社会总是鼓励我们要出众，让我们害怕成为普通人。但中村医生指出，
很多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有钱、非常成功的人，其实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不要拿别人的人生当成自己的标准。人生没有一根垂直的线来分高低。你接受自己的普通，并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停止折磨自己，停止对别人的期待。保持距离就是一种尊重。中村医生曾经嫁给一个爱喝酒的丈夫，后来又在照顾孙子的问题上和父母产生了矛盾。他的解决办法不是去改变他们，而是把期待降到中等水平。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吧，关心但不控制，爱但不占有。界限，也就是保护自己的那条线，就是保护你经历的围墙。3. 面对孤独与感恩之心。孤独是很自然的事。很多人因为害怕一个人待着，就紧紧抓住那些让人很累的关系，或者去参加没意思的聚会。但事实是，人出生是一个人，离开也是一个人。没有人能代替你疼，也没有人能100%懂你。当你接受了孤独，把它当成一种活下去的技能，而不是一种惩罚时，你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不再依赖别人的情绪，在每一刻保持感恩。人生是一趟只有去没有回的列车，与其因为不公平而生气，不如感谢这份养活你的工作，感谢那些在下雨时给你撑伞的人。当你用感恩的眼光看世界，你会发现那些痛苦不过是让你的心变得更强大的一种练习。4. 什么时候该平静接受，什么时候该果断离开。把不同的观点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放松也是有底线的。中村奶奶的哲学不是让你去忍受那些过度压榨你、欺负你的人。准备好离开。如果你在一个让人受伤害的环境里工作，天天被欺负，身体和心理都快崩溃了，那建议是果断离开。但是辞职不能只靠冲动，你要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现在的工资就是主要收入。在辞职前，先准备好一笔存款，或者先有一份第二份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副业，然后再换工作。勇敢离开是好事，但必须对自己负责。跟主动的思想平衡。如果中村医生的理论能让你在太紧张时降温和包容，那么阿德勒的思想，比如在被讨厌的勇气里，就是提醒你，你有选择的权利，要主动切断那些阻碍你的东西。用中村的包容去轻松过好每一天，用阿德勒的果断去离开那些不值得的泥潭。这本书不仅有理论，还带来了一些对心理非常有用的实际练习。睡前关上大脑的门，把没做完的事和明天的计划写在纸上，然后告诉自己，暂时放在这里，明天再说。这样你的大脑就知道可以下班了。表扬自己的小成功。真正成熟的人不会因为迟到一次就一直怪自己，而是懂得因为做了一顿好吃的饭，或者礼貌地回了一封邮件而夸奖自己。记录这些小事，你的自尊心自然会慢慢变强。
睡前3分钟的安静仪式。睡觉前放下手机，深呼吸，对自己说：今天到这里就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间值得不能保证让你走上人生巅峰，变成大赢家，它只是温柔地接住你，不让你在生活变好之前就先把自己打倒。那些跌倒的经历、无聊的工作、遇到的人，全都是属于你这幅人生画作上特别的色彩。祝你明天醒来，脚步依然坚定，能勇敢走过生活的风雨，但心里已经足够轻松，能放下所有的期待。就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吧，善良、充实地过好每一刻。因为你还有这个人间，一直都非常值得。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赞，并在评论区写下你最喜欢的观点哦。如果你想拥有这本《人间值得》，或者想请我喝杯咖啡，在简介的链接里可以打赏支持我，请点击描述里的链接。这可能不是一笔大钱，但对我来说，却是继续做好这个频道的巨大动力。再谢大家，非常珍惜和感激你们的陪伴。我是竹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